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进娱乐圈养女友5年后，他又欠债了。第一次欠债，我为他卖掉了妈妈留给我的房子，还了300万。第二次欠债，我连轴转1年，接了无数的烂片通告，被粉丝骂倒贴南洽烂钱，还了3个亿。第三次欠债，我听着电话那头微弱的抽泣声，站在首富爸爸的豪宅面前，犹豫着要不要敲门，却在当晚意外听到他跟朋友们在包厢里吹嘘，还是宁姐会玩，多少人出千万就想跟夏修清吃一顿饭，没想到他甘愿给袁姐当狗，谁说不是呢？宁姐这次欠款的金额打算填多少啊？99个亿。要不然夏修清随随便便就还完了，多没意思啊！我撕碎填好的下海合同，转身敲开了首富爸爸的豪宅。爸，我愿意回来继承家业，娶沈家大小姐。好，婚期就定在3天后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从首富爸爸家里回来的时候，宁兴渊正在书房跟朋友打电话，电话那头朋友兴致勃勃地提议：宁姐，听说夏修清都准备为了你去下海了，是指拍片啊，还是也卖身啊？99个亿，拍片怎么够？不过这样的大帅哥，一夜怎么也得上千万吧？宁姐玩过的男人肯定滋味不错，到时候让我先来。污言秽语一声声传入我的耳朵，我站在书房门口，死死攥紧了刚跟沈家大小姐领好的结婚证。和宁兴渊在一起5年，我为他还了2次债款。第一次，他说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我为他卖掉了妈妈留给我的房子。宁兴渊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地说：修清，我一定会嫁你的。可我为了他连轴转，接烂片，被粉丝骂倒贴男，跟投资人喝酒喝到住院的时候，他又说公司被人骗走了，需要3个亿才能赎回来。我没有责备，只是更加努力帮他。他感动地抱着我，说会一辈子爱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原来自始至终他都在骗我。行了，这场戏肯定很精彩。宁兴渊挂断电话，笑着走出门，对上我惨白的脸色，眼底瞬间闪过一丝慌张。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手上拿的什么啊？我胡乱将结婚证塞到包里，勉强扯出一个笑容。没什么，粉丝送的小东西。宁兴渊没有怀疑，一脸歉意地拉起来我的手。老公，你跟我真是受委屈了。这次的99亿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要不你离开我吧，别让我拖累你。说完，他还装模作样的红了眼眶，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。若是从前，我肯定会告诉他，一切都有我呢，我会跟他一起承担。可现在，我只是盯着他裙子上的胸针愣神。这个胸针是全球唯一的限量款。不久前为秘书花300亿点天灯的神秘大佬也带着同样的胸针，他愿意豪掷100亿博秘书一笑，却还不起99亿的贷款。我身无分文，却为他想要下海拍片，原来我的真心在他面前竟然不值一提。见我始终沉默不语，宁兴渊表情受伤地甩开我的手。修清，我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不想帮我也正常。我爱你，我不愿意牵连你，可我都……他顿了顿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。我都准备好跟你结婚的，又是一贯的苦肉计。因为我爱他，所以他连骗我都只用一个套路。修清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等还了这笔钱，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真挚的表情，忽然想到下午领证时沈家大小姐羞赧的笑容，
还有知道我没有吃午饭，特意给我准备的点心。突然间，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必要了。如果说一开始我还想把事情摊开来问一问，现在我只觉得疲惫，只想收拾东西离开。我平静地推开他，可是宁兴渊，我没钱了。宁兴渊一愣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毕竟在他的想象中，我应该是抱着他，用尽所有安慰他，为了替他还债，什么都可以付出。瞬间，他的脸上就浮现一层愠怒。夏修清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是不是在娱乐圈待久了，觉得我不如那些甩手就能给你几千万的人，你就这样伤害我的一颗真心吗？说完，他愤恨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摔门离开。门外久久没有传来电梯的声音，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逼我妥协，可我不仅没有叫住他，还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看着被他丢在地上的公司股份转让合同，既没有公章，也没有签字，可笑的我竟然被这种东西骗了2次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给经纪人发了一条消息：王姐，我准备退圈了，帮我写一份声明吧。当初我是为了给宁兴渊还债才进的娱乐圈，为了他，我强忍着恶心陪大腹便便的投资商喝酒，被人在片场扇耳光都不敢吭声。现在我不要他了，这娱乐圈也没必要待下去了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却是沈家大小姐发来的消息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看起来冷心冷情的人会给我发10几张婚纱的照片和捧花的款式，每一张照片上他还贴心地做了注释。顿时我只觉得一阵暖流从心底里经过。毕竟我跟宁兴渊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不曾对我这样用心。我吃芒果过敏，他却一次又一次给我买芒果蛋糕，只因那家店在他回家的路上。我不喜欢嘈杂的环境，他却在我3天未合眼的情况下，带我去夜店陪他的姐妹们喝酒，还美其名曰让我给他长脸。他从不会主动送我礼物，唯一一次是他花100块钱给我买了瓶香水，那时我高兴得落泪，他却一脸好笑地抱着我，说我好骗，一点甜头就会让我感动得无极富家。我那个时候以为他是在心疼我，现在看来他是真的觉得我好骗。我把拍戏跑通告的所有钱都打给他，自己身上只留200应急。他说夏修清真是笨得无可救药，坐船遇到风浪，我把唯一的救生衣让给他穿，他转头就跟朋友们炫耀，这笨男人竟然愿意为了我去死。就连我为了替他还债累到住院，他也要拍下来我的病容发给朋友。夏修清傻得要命，都快要病死了，还惦记替我还钱，即使隔着门板。我也能想象到宁兴渊说这话的时候多么的得意不屑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我很快就要离开他，他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打开行李箱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可偌大的房间，属于我的东西实在是少得可怜。衣柜里全都是宁兴渊的裙子，那时我可笑地认为他要做生意，不能穿得太寒酸，所以只要有收入，我就都会花到他的身上。后来习惯了，我想把我的衣服放入衣柜，却连个位置都没有了。那时宁兴渊说，等他的公司做大，就给我换大房子，还会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。我信了他的每一次承诺，然后默默地为他付出，愚蠢地等着他嫁我。可现在看来，在他的心里，或许自始至终都没有我的位置吧。就在这时，经纪人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修清，你退圈这件事我不能做主，你得亲自去跟老板谈。第2天一早，我准时来到公司等老板。
奢侈华丽的顶楼上，透过百叶窗，我竟然看见了宁星渊。他一身高定职业装，站在巨大的落地窗上，正在打电话。紧跟着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就从他背后抱住了他。宁星渊温柔地笑了笑，回身钻进男人的怀里，两个人亲昵地抱在一起。我却心底里一片冰凉。半个月前，逼迫我签下下海协议的男人，就是面前的人。那时我被人堵在化妆间里，几个彪形大汉将我按着跪在地上。面前的男人毫不客气地扇了我一巴掌。他说，如果我不愿意下海拍片，他们就会收走宁星渊的公司，让他背负巨额债务，让他彻底地失去一切。宁星渊清楚地知道我为了他肯定会答应，所以他故意折磨我，看我被他耍得团团转。粉丝知道我要下海拍片之后，堵在门口骂我是要钱不要脸的贱人，还有人潜入化妆间，在我的鞋里撒图钉，我被扎得血流不止。回到家却觉得对不起宁星渊。那天他抱着痛哭流涕的我，心疼安慰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想我怎么这么下贱，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？想到这儿，泪水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经纪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擦干了眼泪。他疑惑地问我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大老板还等着呢。我声音颤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经纪人。宁星渊真的是公司的老板吗？经纪人不明所以。你不知道吗？整个娱乐圈有一半的产业都是宁总的啊！你一直以来拍的电影、电视剧都是宁总旗下的公司制作的啊！我看着百叶窗后的宁星渊，再也控制不住的胸腔里涌动着的愤怒和委屈，泪水汹涌而出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原来逼迫我应酬，被几个油腻的投资商咸猪手，给我接各种烂片，让我忍受职场霸凌的人竟然是宁星渊。最过分的一次，只不过是我给导演买错了咖啡牌子，他就当场扇我的耳光，还让我下跪道歉。在我受不了羞辱，明确拒绝之后，他们将我丢在了荒无人烟的山里。在娱乐圈5年，被欺凌、辱骂都已经是家常便饭，可我从来没有跟宁星渊提过。我不想给他压力，但这次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尤其是周围还隐隐有狼嚎传来。我哭着给他打电话，恐惧的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我求他，星渊，我真的好怕，你来救救我，我真的好怕。宁星渊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可他却沉默着，说剧组的人不会扔下我不管，让我不要耍脾气跟导演作对。我一个人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，走了1天1夜，才找到一条大路。走出来时，我整个人都要虚脱。可就算如此，我也没有恨过宁星渊，我只懊悔自己没用，不能帮他分担所有。但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的面前，宁星渊是我的老板，他明明知道我被人丢在大山里，明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救我，可他没有。经纪人被我脸上汹涌的泪水弄得手足无措。你怎么了，修清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一把推开他，哭着跑出了公司。我打了辆出租车，叫他开往沈家大小姐的别墅。车上，我颤抖着手给他打去电话，你现在就来接我。好，得到答复。我无力地靠在椅背上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活了20年，原来我能依靠的竟然是爸爸给我找的联姻对象。彼时，宁星渊和他的秘书正从办公室里出来，他又一次烦躁地拿出手机，可始终没有我发来的消息。以往每一次吵架，我都会不停地打他的手机，给他道歉，求他的原谅。可这一次，宁星渊心里隐隐地透出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宁总，我想吃新开的法餐，你晚上陪我去吗？小秘书拉着他的手撒娇，可他却烦躁地一把推开秘书，声音里都透着一丝不耐烦。你自己去吧。见宁兴渊的手机屏幕一直停留在和我的聊天界面上，他酸溜溜地开口：不要嘛，宁总。夏修清那种男人能翻出什么风浪来？像条狗一样，怎么舍得离开你？宁兴渊眼底闪过一丝恼怒，声音都严肃起来。夏修清也是你能说三道四的。话音刚落，在一旁等着的经纪人立刻迎了上去。宁总，你认识夏修清啊？奇怪，那他解约为什么不直接跟您说，还要在门外等着呢？宁兴渊紧皱着眉头，几乎脱口而出：夏修清怎么可能会解约？经纪人有些尴尬地冲他一笑，陪着笑脸给宁兴渊解释，浑然不知自己说的话有什么重要。修清说他累了，想要退圈，回去结婚了。听说3天前就领证了。宁兴渊瞬间瞪大了双眼，他猛地向前一步，拽住经纪人的领子，表情狠厉：你说什么？结婚？谁要结婚？经纪人被宁兴渊狰狞的表情吓得脸色发白，结结巴巴地重复：是夏修清啊，他说他累了，要退圈结婚，领证都3天了，您难道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！宁兴渊一声怒吼，他怎么可能离开我？你是不是在故意胡说八道？他眼底猩红，胸口起伏的厉害。经纪人被宁兴渊捏得喘不过气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只能拼命点头。是夏修清亲口说的，还说证都领了，而且他今天不就是过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宁兴渊恶狠狠地打断。放屁！宁兴渊猛地甩开他，他猩红着眼，像是完全不敢相信这件事一样。他怎么可能离开我？他怎么舍得离开我？他肯定是在哪里准备给我凑钱呢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烦躁地踹翻旁边的垃圾桶，纸屑散落一地，肯定是他玩的把戏，知道我这次要99亿，故意拿结婚吓唬我，想逼我服软是不是？他夏修清是什么东西？离了我能活5年了，他为我做牛做马，连妈妈留的房子都能卖，现在跟我说他结婚了。一旁的小秘书林月闻见他动怒，连忙上前帮他顺气，声音甜得发腻：宁总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夏修清怎么敢真结婚啊？他就是拿捏准了您心软，知道您离不开他那点温柔小意，这种娱乐圈的男明星都是这样的，您别被他欺骗了。这招他肯定用过无数次了，您别相信啊！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，嘴上却越发殷勤。你想啊，他在娱乐圈混得多难，被粉丝骂，被同行踩，也就只有在您这儿才能当个体面的人。现在故意说结婚，无非是想让您哄他，给他点甜头罢了。您可是大总裁，他是失心疯了才舍得离开你吧？宁兴渊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些，他冷哼一声，伸手掐住小秘书的下巴：你倒是懂他，我差一点都让他骗了，没想到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，别的没学会，这种小把戏倒是学得差不多，那是自然。林月文顺势把他往怀里带。夏修清那种男人看着清高，骨子里贱得很。你忘了上次他在片场故意耍大牌，最后被导演打压，还是您亲自派我去给导演说情，人家才原谅他。你训斥他，他还不高兴。这次啊，他肯定是等您去找他呢。您只要稍微低低头，说句软话，他保准连99亿都主动替您还了。林月文满脸的鄙夷：您忘了上次他参加颁奖典礼，那条项链还是您让我去借的，
再说了，他一个没背景的艺人，退了圈能去哪呀？说不定现在正躲在哪个角落哭鼻子，后悔跟您置气呢。宁兴渊被说动了，他想起这5年我的顺从，他说东，我绝不敢往西。他让我喝酒，我哪怕胃出血也会笑着举杯。他当着朋友的面骂我蠢货，我也只会说没关系。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真的离开他？可惜我是真的受够了。也是，他整理了一下袖扣，眼底的戾气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志在必得的傲慢。他要是真敢结婚，我就让他在娱乐圈彻底消失，到时候看谁还敢要他。林月文谄媚的笑，就是这个理。宁总，要不您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你想他了，他肯定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回来。宁兴渊正要掏手机，却突然想起什么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急什么？既然他想玩，我就陪他玩玩。等他意识到离开我之后连饭都吃不上，自然会像条狗一样回来求我。到时候我再让他尝尝教训，让他不敢再跟我作对。宁兴渊说着，转身就往外走，步伐里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笃定。林月文连忙跟上，一路叽叽喳喳。宁总，您说的对，就得让夏秀清知道厉害，等他哭着回来求您，您可别轻易饶了他。林月文见宁兴渊眼神里的犹豫渐渐被戾气取代，知道火候差不多了，他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，声音压低了几分，带着一丝阴狠。宁总，您想想，夏修清现在敢这么嚣张，不就是觉得离了您也能活吗？您得让他知道，他在娱乐圈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您想收走，随时都能收走。他不是要拍那部电影吗？那可是他熬了5年才等来的好资源，您一句话就能让剧组立马停工。还有他手上那个高奢代言，品牌方昨天还来跟我打听他的行程呢。您只要透个话，说他私生活不检点，代言立马就能黄。宁兴渊的眉头越皱越紧，他确实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这个被他呼来喝去5年的男人，竟然敢用这种方式威胁他，他必须给我一个警告。可又觉得这样对我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见宁兴渊眼中纠结，林月文继续添油加醋。他不是最在乎名声吗？你那些朋友手里不是还攥着些他以前陪酒的照片，稍微加工一下放出去，再买几个营销号带节奏，说他是靠身体上位，您看他还怎么在京圈立足？到时候他就知道他根本离不开您。最后这句话彻底戳中了宁兴渊的痛处，他眼底闪过一丝狠戾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光环，没了名声，他还怎么跟我拿巧？不到半天时间，娱乐圈就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，而彼时的我刚刚踏入沈之一家的别墅，其实我跟他仅仅见过几次而已。他留给我的印象向来是生人勿近，冷面美艳。可领证的那天，他放在我肩膀上颤抖的手，看向我时羞涩的笑，都让我心动和意外。别墅的装修是极简的冷调，大面积的白与灰却在细节处透着温润。玄关柜上摆着青瓷瓶，里面插着新鲜的铃兰，正是我随口提过喜欢的花。沈之意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，指尖不小心擦过我的手背，像触电般缩回，耳根悄悄泛起红意。楼上有间朝南的卧室，我让佣人收拾好了，你看看合不合心意。他垂着头，没敢直视我的眼睛。我跟着沈之意上楼，脚步踩在柔软的地毯上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走廊尽头的卧室门虚掩着，他伸手推开，轻声说：“就是这里。”我走进去时，
呼吸猛地一滞，墙上没有挂画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整面照片墙。从大学时穿着白衬衫在图书馆低头看书的侧影，到刚进娱乐圈时在发布会上拘谨地攥着西装的模样，甚至还有3年前我在片场被导演骂哭，蹲在角落偷偷抹眼泪的抓拍，那些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的瞬间，被精心洗成照片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整整齐齐。书桌上放着个旧相框，里面是我和他的唯一一张合影。那是在一次慈善晚宴上，我作为新人被安排在角落，他端着酒杯经过，被记者拦住合影。照片里的我笑得一脸僵硬，而他微微侧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带着不易察觉的温柔。这些，我指尖颤抖地抚过墙上一张照片。那是5年前我第一次去宁兴渊公司送便当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脸上还带着傻乎乎的期待。沈之毅站在门口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声音低得像叹息：“对不起，没经过你同意就……你怎么会有这些？”我转头看他，眼眶发热。他沉默了片刻，从口袋里拿出个褪色的笔记本，翻开递给我。第1页是我的名字，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记录。他今天穿了白色衬衫，在阳光下像小太阳。他为了给宁兴渊凑钱，接了个淋雨的戏，发着烧还在笑。他被粉丝堵在机场，宁兴渊没来接他。最后1页写着，他爸爸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，我说愿意。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砸在笔记本上，晕开了墨迹。我认识你很久了。沈之毅走到我身边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。大学时在图书馆见过你，你帮我捡过掉落的书。我模糊地想起有这么回事，当时只顾着赶去给宁兴渊送文件，匆匆说了句不客气就跑了。后来在娱乐圈再见到你，看你被宁兴渊欺负，我只能偷偷帮你。你拍那部烂片时，那个总找你麻烦的副导演，第2天就被开除了。你被粉丝骂时，总有营销号帮你说话，那是我让人做的。我想起那些莫名其妙消失的麻烦，那些恰到好处的澄清，原来都是他在背后默默守护，而我却把所有的好都给了那个只会骗我的宁兴渊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发颤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眼底盛着星光，认真的让人心疼。怕你觉得我唐突，更怕你不愿意。愿意。我打断他，抬手抱住他的腰，把脸埋进他怀里。沈之毅，我愿意，愿意被你这样温柔的对待，愿意把过去的荒唐彻底丢掉，愿意和你好好开始。他的身体僵了一下，随即小心翼翼地回抱住我，手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手机响了，他低声提醒。一连串的微信提示声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。修清，你主演的那部《长安谣》突然宣布换角，投资方说接到上面通知，必须立刻停工。娱乐头条：高奢品牌星辰紧急声明，终止与夏修清的所有合作，称其个人形象与品牌理念不符。营销号爆料，井号夏修清陪酒照，井号昔日18线男星为资源不择手段，深夜醉酒被大佬搀扶离场。点开那些所谓的陪酒照，全是5年前我为了给宁兴渊凑钱，被他逼着去酒局的照片。照片里的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，被油腻的投资商搂着肩膀，眼神里满是屈辱和恐惧，却被配文写成主动投怀送抱。更可笑的是，有张照片里扶着我的大佬正是宁兴渊本人。他当时还笑着跟我说：“修清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等公司盈利了，我一定补偿你。如今这些照片却成了他攻击我的武器。我平静地将手机递给沈之意，他看到我面前的页面，眉头微蹙。宁兴渊干的，除了他还有谁？我笑了笑，倒是没想到他除了会骗钱，玩这些阴招也挺熟练。沈之意温柔一笑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需要我处理吗？不用。我摇摇头，这点小场面还吓不倒我，而且我想自己解决。5年的委屈和隐忍，总该有个了断。我不能永远活在宁兴渊的阴影里，更不能让他觉得我离了他就只能任人宰割。沈之意看着我眼底的坚定，点了点头，需要帮忙随时开口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不过宁兴渊可能忘了，他旗下那几家影视公司最大的股东其实是我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忍不住笑出声。原来沈之意早就布好了局，只是在等我点头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，准备开记者会，把所有证据都放出去。助理秒回：早就等着这一天了，修清，这次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向窗外，宁兴渊、林月文，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只是这一次，输的人绝不会是我。而此刻的宁兴渊办公室里，林月文正拿着平板给宁兴渊看网上的舆论，笑得得意。宁总，您看，网友都在骂他呢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得哭着来求您了。宁兴渊看着屏幕上我被全网唾骂的消息，心里却没有预想的快感，反而空落落的。他想起照片里我那双含泪的眼睛，突然有些烦躁。再加点料。他端起茶杯，声音冷硬，最好让他身败名裂。林月文眼里闪过一丝兴奋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只是还不等他们再造谣，我就在第二天开了新闻发布会。记者会定在下午3点，地点选在沈氏集团旗下的酒店宴会厅。我穿着一身利落的黑色西装走进会场时，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我，闪光灯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记者们的问题像密集的子弹射过来。夏修清，你真的挪用了长安谣的剧组资金吗？网上流传的陪酒照是真的吗？你是不是靠不正当关系才拿到资源？您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氏？是您又吃上软饭了吗？我抬手轻轻敲了敲麦克风，清脆的声响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5年前，我确实为了一个人，在娱乐圈做过很多不情愿的事。我坦然迎上所有镜头，声音清晰而稳定，比如陪酒。但那是因为宁兴渊说他公司快破产，需要投资人的资金。我示意助理将投影切换到下一页，屏幕上赫然出现5年间的银行转账记录，附带着每一笔钱的用途备注。宁兴渊公司应急，宁兴渊说被绑架的赎金，宁兴渊称要周转的项目款。至于挪用资金，我笑了笑，切换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宁兴渊伪造的财务报表，以及他用我的账户洗钱的流水，总额3亿7千万。相关证据已经提交给经侦大队。台下响起倒抽冷气的声音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的反转惊呆了。还有这些陪酒照，我点开一张被恶意裁剪的照片，完整版本里，宁兴渊正端着酒杯对我使眼色。当时他说：修清，陪王总喝3杯，这个项目就拿下了。我喝到胃出血住院，他却拿着我的住院照跟朋友炫耀，看这个女人多听话。说到这里，我顿了顿。5年以来，所有宁兴渊对我做过的事情，
全都一一闪过脑海，胸腔内翻涌的情绪几乎让我控制不住。至于我为什么出现在陆氏，我从手包里拿出2本红本本，举过头顶。第一，沈之毅是我的合法妻子；第二，投影切换到陆氏集团最新的股东名单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，持股比例仅次于沈之毅本人。我以个人名义注资陆氏50亿，成为执行董事。这笔钱是我卖掉宁兴渊不知道的，我母亲留下的另一份信托基金得来的。全场死寂过后，爆发出更猛烈的快门声。最后，我看向镜头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宁兴渊女士，你涉嫌诈骗、偷税漏税、伪造合同的证据已经全部移交司法机关。林月文先生教唆他人诽谤、参与非法交易的证据也一并送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补充道：你旗下那几家影视公司最大的股东其实是沈之毅，他昨天已经宣布终止所有与你相关的合作，包括你正在拍摄的那部戏。”话音刚落，发布会的大门被推开，沈之毅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，身姿挺拔地走进来，径直走到我身边。他没有看任何人，只是低头对我轻声说：“结束了，我们回家。”我抬头对上他的目光，里面没有同情，只有纯粹的心疼和支持。在无数镜头的注视下，他自然地牵起我的手，转身离场。至于另一边，看了全场直播的宁兴渊早就将面前的电脑砸了粉碎，对着瑟瑟发抖的经纪人怒吼：“你说那天来解约的人到底是谁？”他抓起桌上的水晶摆件，狠狠砸在地上。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夏修清？为什么不说他结婚的对象是姓沈的？”经纪人缩着脖子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宁总，您当时正跟林秘书讨论项目，我以为您知道是夏先生啊。”“我知道个屁！”宁兴渊猩红着眼冲过去，一把揪住经纪人的领带，将人狠狠灌在墙上。“你明知道他跟我5年，明知道他最听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要解约？”经纪人被勒得喘不过气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断断续续的辩解：“我拦了，可夏先生说什么都要走，他说累了，还说什么？还说他结婚了，他找到了要相守一生的人。”经纪人闭着眼说完，几乎要晕过去。这句话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宁兴渊心上。他猛地松开手，经纪人顺着墙滑坐在地，捂着脖子剧烈咳嗽。他看着窗外沈氏集团的大楼，突然想起那天我说我没钱了时的平静眼神。原来那时我就已经不爱了，是他自己还像个傻子一样，以为能拿捏住我的软肋。结婚？他怎么敢结婚？他喃喃自语，眼底的疯狂渐渐被绝望取代。他凭什么结婚？没有我，他能进娱乐圈吗？没有我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像疯了一样翻找着抽屉，把我以前给他叠的千纸鹤织到一半的围巾全都扔在地上，用脚狠狠碾踩。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，他嘶吼着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不就是骗了他而已？他凭什么背叛我？经纪人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终于鼓起勇气开口：“宁总，您从来没对夏先生好过啊，不是您让圈内人针对他，给他难堪的吗？”宁兴渊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“我什么时候给他难堪了？”经纪人抹了把脸，声音虽然颤抖，但还是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那个下海的合同不是您逼着他签的吗？还有去年戛纳电影节，夏先生好不容易拿到邀请函，
是您让林秘书故意把他的礼服换成不合身的款式，让他在红毯上出尽洋相。还有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入围最佳新人。颁奖典礼前一晚，是您默许林秘书放出他耍大牌、欺压群演的假料，让他错失奖项。宁兴渊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像是被人狠狠抽了几巴掌，张着嘴却发不出一个字。不是这样的。他踉跄着后退，那些都是林月文做的。他跟我说夏修清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礼服，说他真的耍大牌。经纪人咽了口水，从口袋里颤抖着拿出一个录音笔。这是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后夏先生寄过来的，他说你听了就都明白了。宁兴渊狐疑着打开录音笔，却只听了一半，就像是一头愤怒的野兽冲出了办公室。此时此刻，宁兴渊才终于明白过来，原来林月文一直背着他伤害我。他猛地踹开林月文办公室的门，直接开门见山地问：那些事是不是你自作主张？他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将人狠狠摔桌子上。礼服、假料、下海合同，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搞这些小动作？林月文疼得眼泪直流，却还在强装委屈。宁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会欺负夏先生呢？闭嘴！宁兴渊抓起桌上的录音笔砸在他脸上。你自己听听，你说要让他在红毯上出丑，说要毁了他的奖项，说要逼他签下合同，这些是不是你说的？录音笔在地上滚动，林月文阴狠的声音清晰传出，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嘴唇哆嗦着，突然尖叫起来：是又怎么样？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？他猛地推开宁兴渊，他夏修清凭什么占着你的位置？凭什么让你对着他的照片发呆？凭什么你骗了他5年，他还能一脸清高地离开你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厉害，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就是要让你看清他根本不配站在你身边。林月文越说越激动，是你先对他心软的，是你给了他背叛你的机会。宁兴渊直接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过后，林月文捂着脸突然笑起来：你打我，为了那个废物打我，你以为你干净吗？他指着宁兴渊的鼻子：他卖掉妈妈的房子时，你在跟我挑钻戒；他喝到胃出血时，你在给我庆生。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你不过是怕他真的娶了沈之意，怕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碾碎。宁兴渊被骂得哑口无言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再次推开，几名警察站在门口。宁兴渊、林月文涉嫌多项经济犯罪及诽谤罪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。亮出手铐的瞬间，林月文的尖叫戛然而止，他像是突然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地。不是我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我只是个秘书。宁兴渊没有挣扎，也没有看他，脱力一般跟警察一起走了。后来宁兴渊被判刑时，想要见我一面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我和他之间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有什么关系。当时沈氏别墅里，我和沈之意正在看夕阳，他指尖划过我无名指上的婚戒，轻声问：在想什么？在想。我转头看他，嘴角扬起释然的笑。幸好一切都过去了，那些曾经让我痛彻心扉的人和事，终究成了过眼云烟，而属于我的心声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